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当你站上爱的高处，眼里充满着光亮。回去好好反省。将离开山岗，叫你背公式，背公式，你都背到哪里去了？告诉我，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不要迷失方向。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当我走向新的旅程，满心感恩不能忘。我终将张开翅膀，飞向更宽阔的远方。成长路不管多难，爱是我的行囊。怎么了？没什么，最近偶尔会突然肚子痛一下，可是过一下又好了。最近看你忙到连饭都没有好好吃。明天我带你去看医生吧。不用了，我想应该是12指肠溃疡又复发。我去中医诊所拿点药吃，调养一下就好了。还是不要大意的好。如果说吃中药没有效的话，记得要去看西医，知道吗？我知道。妈，我去上班了。啊，路上小心哦。好，我知道。喂，毕信瑶，很高兴为你服务。爸，怎么这时候打来？怎么了？妈，怎么了？好，我赶快跟公司请了假，我等一下就过去哦。检查结果刚出来，医生说你妈是肠阻塞，需要开刀。怎么会这么严重啊？我之前接送妈的时候，她说她肚子怪怪的，所以我想说可能只是肠胃不舒服而已。我原本也是这么以为啊。今天早上你妈打电话给我，我带她到急诊室才知道事情很严重。你妈也真是的，平常不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如果早一点来看医生，
说不定就不用开刀啦。爸，你不要担心，妈不会有事的。医生有说什么时候要开刀吗？应该会排今天吧。好，那我现在赶快回去帮妈整理一些换洗衣物，顺便叫阿嫂这2天留在家里照顾奶奶。我晚点再过来哦。好了，你先去忙。终于醒了，感觉怎么样？还好。妈，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从你进开刀房到现在，我跟爸都好担心你哦。对不起，让大家虚惊一场了。什么虚惊一场啊？医生都说是你太晚就医，不然根本就不需要开刀。你还说要帮师父的忙，你自己不把身体照顾好，怎么继续帮师父的忙啊？妈，我怕爸部队要忙，没有人留在医院照顾你，所以我已经跟公司请了2天假。这2天我就在这边照顾你了。不用了，开完刀就没事，你还是去上班吧。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我怎么可能放着你一个人不管呢？你呀，就接受娃娃的好意吧，他比我还紧张。你一开完刀，他就冲到护理站，一边问护士你什么时候会醒来，一边又去问护士你醒来之后要怎么照顾你。他其实比我还紧张。开刀又不是小事情，当然会紧张啊。医生说啊，开完刀最重要的就是要排气。我现在帮你按摩肚子，可以帮助排气。如果等一下还是不能排气的话，我扶你下床走一走，哈。这几天辛苦你了，我已经好多了，你不用担心我，好好去上班吧。好，我知道。妈，我折了一件衣服放在床头，如果你会冷的话，就不用再下床了。还有，我交代护士小姐，跟她说下午来帮你看看热水壶有没有水。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记得要按服务铃，我已经拜托他们多照顾你了。还有那冷气有时候会比较冷，你自己要注意一下，不要着凉了。娃娃，这次生病呢，我突然发现你变细心好多，你果然长大了。不是我长大，是我本来就很细心，只是你没有注意而已。是吗？是啊。小明之前去英国，他的生活都是我在照顾，你忘了吗？娃娃，妈妈要跟你说对不起。怎么啦？干嘛突然说对不起？都怪我以前只在意你的成绩好坏，
完全忽略了你其他的优点，所以让你以前过得很不快乐。对不起。好啦，我知道了。妈，其实我要谢谢你。我离婚以后，心情可以平复得这么快，一方面是我自己想开了，另外一方面，我真的要很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我知道你跟爸之前一直都很担心我，可是我现在终于明白，其实我拥有很多爱和关心。妈，你不要担心我，我已经没事了。生了肠阻塞这场大病之后，我发现我和娃娃之间的距离也更拉近了。他经常和我分享他跟同事之间的趣事，而我也慢慢感觉到他恢复了昔日的开朗。这段时间的变化真是大。就连淑慎也从学校退休了。拜。热河，等一下下班，我们几个人约了要去淡水吃晚餐，你要不要一起去啊？好啊，不过我等一下先打电话跟我爸妈说一声。我问你个问题哦，你下班不是跟我们去吃饭，就是回家？我一直很好奇，你这么漂亮，为什么不想交男朋友啊？谈恋爱有什么好？我看你啊，连吃个晚饭几点回家都要打电话跟家里报备，是不是你家里不准你交男朋友啊？没有啦，我爸妈以前管我很严，但是他们现在反而给我很大的空间。我想说，打个电话跟他们报备一声，是想要他们不要担心。我之前经历了一些事情，才发现，其实亲情真的很重要。拜托，你才几岁啊，讲话这么老成。在忙什么？需要我帮忙吗？不用，我们来就好。美伦老师，我们要恭喜你喽！恭喜我什么？就是今年台北市教师会为了表扬对教育界有贡献的老师，希望各个学校推荐优秀的老师来角逐第1届的台北市 Super 教师奖。我们大家已经决定推荐你参加。推荐我？是啊，这个活动我一看到啊，就去跟校长及主任报告。校长要我询问其他老师的意见，大家都觉得你最有资格，一致推荐你呢。校长还说要邀约其他相关的主任帮你写推荐函哦。可是学校还有其他的老师都比我优秀，不好吧？我去跟校长说。哎，方老师，我正要找你啊。主任，有事吗？你应该知道，我们要推荐你去参加台北市第1届 Super 教师奖。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不敢当，所以我正要去找校长，请他推荐其他的老师。那怎么行呢？哎，你看，校长都已经将推荐函写好了。老师好。好。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我没事就不能到学校来看看你，找你聊聊吗？当然可以，我很欢迎呢。你今天的气色啊，看起来很好。我的身体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整，我现在不但体力好了，精神也好很多。而且啊，我还到花莲去参加志工活动，去了很多次哦。是吗？那真是恭喜你。不过你的身体还是要多注意哦。我知道。今天到学校走走啊，才发现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老师，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了。现在啊，是年轻人的天下喽。老师年轻很好啊，才能跟学生们打成一片嘛。是啊。哎，那你呢？我怎么啦？你是不是应该要考虑退休啦？我总觉得我应该可以再教几年。是啊，那天我去教联会，有一个师姐跟我说，她说我现在身体也好了，虽然台北退休，但是可以考虑到花莲的慈济中学任教。花莲慈中，我啊一直都很认同师父的教育理念，也常常在教联会里听到师兄师姐提起慈中需要老师的事。不过我的家庭在台北，要跟家人分开，实在不容易啊。是啊，这也是我所考虑的。我想，我还是先专心当志工好了。等你退休后啊，看什么计划安排，我再跟着你。你说话要算话哦。那我们星期天再见哦。好，再见。再见。方老师，徐玉凤老师，好久不见哎！刚才开会之前就想跟你打招呼，真的好久不见了。最近好吗？托您的福，一切都好。你呢？最近在忙什么啊？我现在在花莲慈中。真的啊？那你一个人过去吗？是啊，就只有我一个人啊。那你们家师兄还有孩子怎么办呢？原本我也是因为顾虑家人，一直犹豫到底要不要过去。不过我想想，其实我孩子也大了，而且我家师兄很支持我，所以我还是决定去慈中了。反正假日我可以回来，或者他也可以去花莲找我啊。方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下一个人生计划？如果你能来慈中教书，那真是我们慈中孩子的福气呀。我知道上人的教育理念一直都很好，可是啊，我家里面婆婆还有我妈妈年纪都比较大了，我是担心我没有办法就这样放着家里一个人过去。这真的是需要克服的难题。像我现在能够在慈中教书，也是因为我家师兄愿意支持我，愿意帮我分担家务啊。对了，我记得你家师兄不是很赞成你做慈济吗？你可以回去跟他商量看看啊，听听看他的想法，说不定他会支持你。我会回去再仔细想一想，也会再跟家人沟通看看的。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而已，当然还是以你的家庭为优先。不过花莲啊，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我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共事。今
今天怎么了？是不是累了？怎么都不说话？不是，是今天淑胜来看我。想一想，他也退休好一阵子了。那他怎么样？还好吗？退休之后，他不但把身体养好，还去花莲做志工哎。这样很好啊。我在想，你也教书教了这么多年了，如果你想要退休，我也赞成。我也不是没想过退休这个问题，只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工作。我从小就立志要当老师，当初只是一份单纯的心，后来才体会到，我选择的是一份这么重要的工作。一路走来20多年了，我真的很喜欢老师这份工作。所以每次啊，一想到要退休，总觉得很可惜。毕竟这是我的专长，如果能够继续奉献这个专长，为社会尽一点教育的责任，我想，这应该也是上人希望我们去做的事。不瞒你说，今天在教联会，我遇到一起办活动的许玉凤老师，没想到她现在在花莲慈中哎。她问我对下一个人生规划的想法，还问我愿不愿意去花莲教书。是哦，那你怎么想？我本来以为把孩子的课业教好，就是尽到做老师的责任。一直到我接触了慈济，进了教联会，我才明白一个老师的责任有多么的重要，也了解到除了课业之外，要让孩子有良好的品格，还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这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要具备的使命。这也就是上人对教育的期许，更是我想做的事。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放下家里，就这样去花莲教书。毕竟妈也需要人照顾啊。家里和妈有我照顾，你想去的话就去吧。你赞成我去慈中？我以为你会反对耶。既然我老婆对教育这么有使命，师父也给了你一条路去走，你就去吧。娃娃现在也正常上下班，生活也回归正轨。我从桃园往返台北上班也方便，家里和妈有我照顾，你就去吧。我说过，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支持你去做你最想做的事。看你在慈济做得这么快乐，我想你去慈中教书一定也很开心的。我会尽量拨空回来的，凯莉，真的很感恩你。
因为得到凯琳的支持，我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于是我也决定不久退休后就去花莲慈中服务。而更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因养病而提前退休的淑慎也承诺明年会跟随我一起去慈中继续为教育努力。美伦，我也曾经迷失在这补习赚钱的功利生活里，失去了对教育的热忱。我真的很感谢你带我进入慈济，所以只要我体力可以，能力可以，我就要继续跟随你做慈济。江老师真是有心哎，你应该鼓励他早点把事情办好，早点到慈中去陪你。有他跟你作伴，我就放心多了。其实没有他陪我，我一个人也会很好啊。只不过，如果他真的能来，那么慈中就多一个优秀的老师。所以啊，我还真的希望他能够来慈中服务呢。应该没问题的啦。哎，对了。恭喜你被推荐 Super 教师奖，不管有没有得奖，就是一份肯定。有没有得奖对我来说啊，的确不重要，反倒是学校跟老师们对我的认同，才是让我最开心、最感动的。不过，我也对学校其他的老师很不好意思，毕竟学校里还有很多老师都比我优秀呢。既然校长跟其他老师都那么推荐你，我想你在学校跟学生的心目当中就有一定的分量啊。我真的替你感到高兴哎。啊，对了，有件事啊，我还没跟你提呢。今天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入股他表姐投资的素食餐厅。听说这个餐厅地点不错，生意也很好。我是在想，单纯的投资一点，不知道你的意见怎么样？你决定就好了，我也没什么意见。你们还没睡呀？妈，我们是不是吵醒你啦？哎，我刚好像听到你们聊得很开心，是什么事啊？妈，美伦啊，被学校推荐台北市第1届 Super 教师奖哦。哇，真的？这个 Super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哎，美伦呐，我就知道我们凯琳呐有眼光，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给我，又会持家，又会赚钱，又懂得孝顺我。想一想啊，我真有福气呀！妈，谢谢你这么称赞我。啊，还有一件事，我一直都还没跟你说。过阵子啊，我可能会去花莲慈济中学教书，以后家里就剩下凯琳还有娃娃照顾你。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好好保重自己身体哦。妈不需要你照顾，妈的身体好得很，就是记忆力差了点。你是个好老师，就应该去教书，不用担心我啊。妈，谢谢你。各位同学好，我叫做马美伦。你今天是第1天来上课吧？是啊。我会帮你洗澡。哦，杨杯，你是说帮方老师祈祷？对呀，要不你们听成了什么？你终将离开山岗。有用的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
打。成长路难免崎岖，不要迷失方向。老师，谢谢老师。当我走向新的旅程，满心感恩不能。方老师，今天早上几个普通班去考复习考试，听说是你提议的，是吗？是我提议的，没有错。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做，方老师。自从你来本校，我非常的器重你。但是我没想到你居然带头罢考，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你还敢说不知道？我叫你要用功，你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手伸出来！叫你背公式，背公式，你都背到哪里去了？反正你只在乎成绩，我考不好就是坏小孩。既然我是坏小孩，我就坏给你看。告诉你，我就是不想考试，不想念书，也不想补习了，怎么样啊？我再说一次，你不要再打我了。崎岖，不要迷失方向。老师，今天我们去上课的事情，学校会处罚。走开呀，不干你的事了，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先把刀子给老师好不好？答应老师，不管以后我有没有继续教你，你都要越来越进步，知道吗？终将张开翅膀，飞向更宽阔的远方。成长路不管多难，爱是我的行囊。我啊，你在外面？爸妈，奶奶不见了。怎么可能？奶奶怎么可能会不见？我下班回来的时候，她一直说吵着要找爷爷。我跟她说爷爷已经不在了，还安抚她在客厅坐好。结果我上楼换个衣服下来，发现大门开着，她好像跑出去了。怎么会这样？那我在附近找一找。我跟你去。附近都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妈到底去哪里了？你先别紧张，说不定娃娃已经找到妈了，再等一下嘛。到哪里去呢？妈，怎么样？有看到吗？没有，我刚刚问了好多个店家，他们都说没有看到奶奶经过。这么晚会去哪？爸，我们要不要报警啊？妈，你去哪了？我找不到家，我找不到家。妈，刚要回家，发现姚老太太坐在我家门口，嘴里唠叨着我找不到家。妈，你怎么会找不到家呢？我就找不到家，我就找不到家嘛。奶奶好像怪怪的。我
我就找不到家嘛，我就是找不到家。好，好，好，妈，我们回家了，好不好？走了，我们回家哈。陈太，不好意思哦，谢谢你送我妈回家。耀宪，我看你还是带老太太去检查一下比较好，因为我看她的情况啊，真的很不对劲。好，谢谢哦。对，不客气。谢谢哦。我想回家。好，检查报告马上就出来了，我们等一下就回家了，好不好？我找不到家，我想回家，我想回家。妈，你再坐一下，再一下就好了，哈。请问你是谁？妈，我是美伦啊。美伦。娃娃，奶奶想喝水。好，我去帮你倒水啊。娃娃，我去吧，你陪奶奶。经过我们详细的检查，我们确定你的母亲得到的是阿兹海默症，也就是所谓的老人痴呆症。通常这种病好发在老年人身上，初期会有记忆跳跃或记忆不全的征兆，这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以药物控制。妈，美伦啊，被学校推荐台北市第1届 Super 教师奖哦。哇，真的啊？这个 Super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哎，美伦呐，文凯的眼光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给我，又会持家，又会赚钱，又懂得孝顺我。想想啊，我真好福气呀。都怪我当初不够细心。如果早一点发现妈的状况不对，就可以带妈去检查，说不定妈失智的状况也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你这么说，我觉得很难过。我完全没有责怪你的意思，真的。妈已经生病了，需要有人照顾她。我会去跟师姐说，活动跟分享我以后可能都不能参加了。
我会多留在家里陪陪妈的。那你去花莲慈中的事怎么办？上人有说，要先把家里照顾好，再来做慈济。现在妈都这样了，我怎么走得开呢？你一直说上人对你的影响很大，同时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家。既然上人的恩惠这么大，你现在能在教育上帮上人，你怎么能不去呢？以前这个家一直都是靠你在维系支持的，现在有机会能够为上人多做一点事情，我怎么能够自私的把妈都交给你呢？可是你的工作在桃园，妈还是交给我来照顾比较方便吧？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刚刚回来的路上，我认真的思考过，我想把妈接去桃园就近照顾。去桃园？桃园的房价便宜，空间也大，附近也有很多适合运动的公园。如果你去花莲慈中教书的话，我可以跟妈搬到桃园，让妈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可以养病。虽然娃娃可能要开车上班，但是我想她应该不会有什么意见。你就放心的去花莲教书吧。妈，还没睡啊？妈，你刚跟爸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想要去慈中教书啊？之前是有打算，可是现在你奶奶变成这样，虽然你爸还是鼓励我去，但是我没有办法丢着奶奶这样不管啊。妈，爸他都说了，他会搬到桃园就近照顾奶奶，而且家里现在也请阿嫂帮忙。我以后也会多陪陪奶奶的。你想去花莲慈中就去吧。妈，你以前为我操心这么多，我现在为你分忧也是应该的啊。何况奶奶从小就最疼我，还替我挡过棍子呢。所以你放心，我一定会陪她多多聊天的，不会让她退化得太快。好了，赶快去睡觉吧。吵醒你了吗？美伦呐，你还没睡觉啊？妈，我以为你不认得我了。你怎么会这样说话？妈怎么会不认得你呀？你是个好老师，一定要继续教下去，把学生教好啊！可是我想留在家里照顾你。哎呦，妈有什么好照顾的？你就不要担心我啊！
是落下的河，花是大地的女儿，你是我的困惑。雨是褪色的烟火，雨是天空在泪流，花是无言的情歌，你是我的沉默。一样的雨，一样的雨，一样的花朵，结不一样的果。一样的你，一样的我，一样的年代，不一样的规则。我知道，我想说。